人生各面各有风景。你好，我是蔡康永，这里是由 TME 腾讯音乐娱乐集团、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酷我畅听所出品的明星访谈综艺《12扇窗》，总有一处风景在窗前等你。你现在听到的是12扇窗，在12扇窗里面，蔡康永邀请了12位在不同领域表现受人瞩目的来宾，我希望跟他们聊天，那像所有的聊天一样，每一个人在听到聊天的内容的时候，都会把它往自己的身上去想象，就是同样的意见或者同样的处境，如果换作是我的话，我会怎么做，看看能不能够跟你的生活产生连结。康永今天所邀请到的是最近非常受欢迎的一位偶像，是 Into One 刘宇啊。刘宇你好。蔡康永老师好。国风美少年刘宇，从创造营2021初舞台第一，坚守到最终中心卫成团，打破了历届创造营选秀的魔咒。他将国风舞蹈带进选秀舞台，让你看到男团的更多可能。作为一个千禧年出生的大男孩，他的一切似乎才刚刚开始。Into One 刘宇呢，应该是我的12位来宾当中年纪最小的一位，所以我会问他一些我已经忘记了，可是他应该还记得的事情，因为我实在离那个时间有点久，可是他才依然在那个年轻的状态里哦。我想讲的一件事情就是关于人类的想象力这件事，因为任何人看到人类的目前所达到的文明的成果，都会知道绝大部分的根源呢，就是想象力。就是你如果没有想象力，你是做不出一个轮子，或者你做不出一个火箭，你做不出一种药品的。所以我们就觉得人类跟其他动物最巨大的差别应该是想象力，而这个想象力包括了你怎么想象你跟其他的东西的合作，你跟其他东西的使用方式的拓展。可是我比较觉得好玩的一件事情是，我们人对于自己的生活到底有没有想象力啊？我自己回想我10几岁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没有觉得我在成长当中，我觉得我那时候就已经是我了，然后我就在生活，我那时候的烦恼喜怒哀乐都是当下真的那个我没有觉得说过了5年我20岁了，我就成为一个大人，然后我的喜怒哀乐跟我的感受会不一样，所以我就直接拿来问 Into One 刘宇，就是刘宇，你现在的状况是你有在想象你还要长大为某人，还是你其实就是你了？我觉得我一直在成长啊，你有这个意识吗？就是对，我有这个意识啊，真的，你从几岁开始有在想这件事情？我想一下，大概是17岁开始吧。我觉得，甚至是每过3个月，我都觉得我已经像是变了一个人一样。真的假的？为什么会有这种以一季为单位的成长？不管是在学校还是在接触到一些平台的时候，我们每次都会遇到很多不同的事情，你会得到很多不同的反馈。你听到这些反馈之后，其实会对你人生的一些看法，或者是对我自己的内心其实是有一点建议，或者是改变我的想法的。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我觉得我的想的层面会变得更多，所以我一直在觉得自己的脑子里会有这种房子的构建。我今天又多了一扇窗户，今天又多了扇门，就一直是在这样的构建当中。你觉得你这个状况特别吗？因为比方说你跟你的同学一起玩的时候，你的同学们他们有在想象他们的生活会迈向什么状况吗？有，但是他们就是和现在干的这件事情完全不一样。他们说以后自己想从商啊，比如说他是学舞蹈的，他说以后想要就是完全不 care 舞蹈这件事情。就你们聚在一起聊的时候，你们会这样讲，说我将来想干嘛，对不对？对，会说。然后他会很具体吗？会说我下礼拜就要去摆个摊子卖卖看衣服，然后我将来要做衣服商人，有这么具体还是没有？没有，他们都没有这么具体，就是说以后那个大目标是什么样的啊？我要赚钱，就这样。对所以大部分人是不是就讲说我要赚很多钱，就这样？是啊，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这个年纪其实我想要赚钱是件非常有向往目标的一件事情。一定要所以你说你从17岁的时候开始意识到说你心中可能有一个蓝图，你认为你的理想的房子它不管是一个城堡或者是一个宫殿，
它就是会慢慢的增建，然后多一个柱子，多一扇门这些东西。所以17岁之前，意思是说比较无忧无虑吗？还是还没有搞清楚自己想干嘛？是17岁之前，其实当时我也已经开始学舞蹈了，但是那种对于未来的畅想，其实就活得挺自在的，就是今天过完就算今天了，也不会去想明天会想干什么。但是一直唯一坚持的事情就是跳舞。对，17岁时候，那时候学校里教舞蹈的老师会在课堂上提到一些所谓的榜样人物吗？杨丽萍老师哦，然后反正我们舞蹈界有很多很多老师，他们就非常厉害，而且他们对于舞蹈风格钻研的特别研究嘛。因为我们所说做一门事情，老师跟我说要做到一门绝，就是他一直想让我们去把舞蹈这件事情做到一个非常顶尖的一个目标，所以每天就会拿特别厉害的老师给我们做一些榜样，然后让我们也去朝那个方向努力。好，问你一个那个真实的学校生活的状况，就是平常我们在上课的时候，老师不管讲什么了不起的内容，底下听的同学起码有一半人在心里面偷翻白眼，就是说这事跟我无关，就是我没有要把这一门做绝这种事情。所以你们班是怎么样？大家都要做顶尖的吗？不，我们欣赏那样的老师和榜样，但是很多人都清楚的知道自己不可能达到那样的高度，包括我也是，我也觉得我自己是渴望达到那样的高度，但是不可能达到那样的高度，因为其实学了舞蹈之后再去看老师们那样跳舞，其实很清楚的知道自己的身体机能和自己的这个极限在哪里，所以他们就像是一个目标一样。可是刘宇，你知道我们这些外行人只懂得看人家跳舞，自己完全不会跳的人，我们看的时候其实对于那个80分到90分或者90分到100分其实不太有感觉，你知道吗？我从小就被我爸带去看京剧，然后呢你知道京剧里头的人做的表演，我觉得剧场里头有很多人可能就是他们一辈子的兴趣就是看京剧，然后他们只要这个人拔高音拔得很高了，或者拖那个气啊拖得很长到那个就是胡琴都停了，他还在那边拖那个长音，或者这个人明显的别人只能够连续翻30下的时候他能够翻到35下，那底下的观众就凭着这些很粗糙的数字的意见就会叫好，就会觉得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表演的人。可是实际上你们作为专业的人，你们自己讲究的那个好坏就不一定是我们这些外行人讲究那个好坏。所以你刚刚讲说我觉得我不可能做到那个顶尖的程度的意思是指你们内行人的角度嘛，对不对？就用来糊弄我们外行人的话，其实大概都做得到吧？不是，其实还是有一个审美的标准的嘛，因为你不可能真的是那个拿不上台面的，让观众看，他们其实也能看出区别，因为现在互联网实在太发达了，他们会用来对比。那我问你一个好玩的问题，就是比方说老师如果就是举了杨丽萍作为榜样人物好了，然后呢刘宇在底下听这堂课的时候知道说我没有办法做到杨丽萍那个动作的那个100分的程度，我最多大概做到85分的程度好了，就是这是你们心中发生的一些想象。可是你隔壁那个同学呢就知道他跟杨丽萍一点关系都没有，就是他跳死了他也跳不到杨丽萍的10分左右，他就会很死心塌地的去做别的事了嘛。可是那个刘宇就会陷入一个状况，就是说我再挣扎一下下说不定我就做到了，那我不做会不会很可惜？你当时是这个状况吗？还是你一点都没有挣扎你就？我是会，因为你知道有人有时候心里面其实是有那种奋斗的劲儿的，就是你得去试一下。当时那个时候17岁那个年纪的时候，我很胆小，也没有什么信心，我就觉得很难，然后呢但是心里又有那种不服输的劲儿，表面上说的他们太厉害了我不可能，但是私下又偷偷的去学他们的舞蹈，去看他们的照片摆他们的动作，然后自己也拍，看到底区别在哪里。其实就是一个还是想要去尝试的一个过程。你说你从17岁开始有意识到你在逐步的成长这件事情，我觉得很妙就是你心里面有一个想象将来的刘宇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将来的刘宇，比方你从17岁开始就在想说2年后的我可以做到什么事，或者说
比较具体的方法来讲，是说某一支舞蹈，你会想说我1年后要跳这支舞，是这种事情吗？还是我对于未来没有具体的一个目标，因为我会畅想未来的状态会是什么样的。因为我们现在的生活其实每天变化都太大了，前一秒还决定去来创造营，过一段时间我出来之后，又成了另外一个身份了。对，又是以一个团员的身份来向这个社会输送我的一些能量。对，其实我就觉得2年后的自己，因为当时这个团体也到了时间的一个节点，又是一个新的身份来和大家见面。那不知道当时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但我相信一定会是一个更好的自己，因为我特别看重自己的心态，不管是从进节目之前还是现在，我觉得最能够影响我的就是心态。所以你说你没有具体的想象，可是你有一个大概的想象，就是刘宇要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吗？很厉害的人。很真实啊，我小时候也这样想，就是会模模糊糊的认为说最好能够有一点影响力，然后最好能够有人理我。不，我觉得是2年后的我应该是有很大的影响力，那样才好。对不起，2年很快就要到就是对。所以你是一个喜欢给自己时间压力的人吗？当然了，当然了，你知道每天刷手机看的那些非常厉害的人，就觉得现在没有做到那样，为什么自己不可以去尝试一下，就是畅想一下，不管就是内心让自己爽一下还是怎么样，反正如果自己能够达到那样的影响力的时候，应该也会非常开心的。所以你想的事情是，你只要想的话，你就会想要去试试看做一件什么事来靠近那个想象，还是说就想一下就放下了？没有，我会一直想。所以2年后要变成一个很厉害的人的话，具体的可以立刻去做一件什么吗？比方说如果有人说你看了这个书就会变很厉害，或者说你去听那个人讲课就会很厉害，你就会真的这样做吗？不会。那你会怎么样？我觉得立马下定决心的事情，可能你过2天就会放弃了。没错，是的。我之前就有过这样的想法，我决定要去做一件什么事情，就可能就是像我之前下定决心要减肥，过2天我又开始吃了。我觉得目标是要以一个非常平静的心态去实现，可执行的方式。可执行，目标不是那么的绝对才可以做到。对，可执行，然后要给自己足够的奖励，这样比较可能可以进行下去。心中想象一个目标，然后努力一步步靠近它，才能成为更好的自己。但这个过程很难，我们很多人都做不到。刘宇是怎样做的呢？我们这就来听。